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这影片呢，我想要比较一下992跟993的差异。那如果说你有仔细的看我这个频道的影片的话，你会发现我从之前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介绍过993这个鞋款。那为什么会没有介绍过993呢？主要是因为在我开始拍影片之前，我就把手上的993全部都出清掉了。那其实，在 NB 的美制鞋开始流行的初期，就是我想很多人都是从993开始购入的。那时候都是从Outlet买到，那大概是生产年份是2018到2019左右的。然后那时候买到的993的价格也都非常的便宜，大概4-5千块不到就可以买到了。那其他的颜色也都是基本的配色，就是没有像现在，因为992有出很多联名，然后有很多的颜色的推出，所以它的相比之下，就是993当初颜色跟992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别。那我当初自己是买了军绿色还有红色两款，那其实穿起来就是觉得说，虽然说它还蛮弹的，但是就是非常的闷，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很喜欢这种比较偏运动感的外形，所以当初就把它全部都卖掉。那这一次呢，是因为刚好993它又有我的尺寸补货，所以最近就是又把它买了一双回来，所以说今天就想要做一下这个992跟993的比较。那因为992它其实是在2006年作为 New Balance 100周年的上市鞋款，那其实可以从后面我现在有摆出来4双的这鞋子来看，其实992它是991的改款，就是在外形上面有做一些小的调整。那在2006年上市的时候，992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配色，就主要的基本的配色这样子，然后联名也不多。那是一直到2020年，因为复刻的关系，所以之后就有很多颜色的推出跟联名的产生。那因为992复刻的关系，所以993当初的Outlet货大概也出清的差不多。所以在2020年开始会发现说，993又在 New Balance 的美国官网上架，就变成说它其实是虽然说992复刻，然后993其实也一直都有在线上卖的这样同时进行的方式。那因为大家瞩目的都是在992的这个复刻上面，所以说相对993就相对比较被冷落一些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是从外观来做一些比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现在这边右边的是993，然后左边是992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的部分，主要就是它的这个网部的区域有变得比较大，然后993其实它的这个合成皮的这个形状是比较像是承袭991的这种设计。那它其实因为这边有开孔，所以说它的网部的面积看起来是比较大的。那另外就是 3M 的地方有做一些调整。那鞋带的话，就是992它其实是比较偏硬的鞋带，那993是相对比较软的部分。然后鞋舌的部分呢，就是上面这边992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单，就是只有绣 New Balance。那993的话，它其实还有多绣了 Made in USA 的部分，然后就是在这个图形框里面也是有一些差别。这边992就比较像是一个网状的图形，然后993的话，它其实里面这边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美国国旗的这种图案在里面，就它的图形是相对比较复杂一些。那 N 的刺绣其实差不多，那只是说下面这一块它的绣法其实有一些差异。那侧边来看的话呢，就现在上面呢是992，然后下面是993。主要的差别就是在992这边，它其实在这个绑鞋带区，它其实有一个合成皮的区块，但993它已经变成一个整块，就是麂皮的部分。那另外在这个绑鞋带这个 TPU 的部分，993这边它其实有做了一个比较细节的设计，就是它这个 TPU 的部分里面有一个小的 N 字在里面。比较斜后跟这边呢，就是992它其实是有一个 3M 的区块，那993这边呢，它其实就是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网部。那后面的部分呢，就是可以看到
992的部分就是一个简单一块的合成皮。那993这边其实有做了一些调整，它这边有做一个圆形的区块出来。然后后面 USA 的部分，它其实993的部分是比较细节的，就是它这边有比较像是美国国旗的这种图案在里面。那92的话就是跟写色一样，是一个比较网状的这种图案。那其实这个中底的部分呢，其实993呢，它其实用了一个比较先进的 Absorb DTS 的材质。那它其实结合了992的Absorb SBS 跟 Absorb 这两种材质所产生的，所以说993它其实是算是一个992的升级版。然后来看另外这一面，就是993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字改成在后面这边，直接印在这机皮上面。那992的话呢，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水烟的区域里面有印一个992的字。那在这个992的这个 Absorb SBS 这个区块，它其实就是一块这样透明的部分。那993它其实就是把它改成了2块，然后是比较小块的这种区域。那我刚刚说这个 DTS 的部分，就是993它其实是整个后跟的这边，其实它就包含了 Absorb ABS 这两种材质是在里面的，所以从外观来看是看不到，但是以外形来比较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其实它的颜色是比较相对于992是比较深一点点，是比较更深灰色的这状况。那来看这个大底的部分，其实993呢，它其实还是承袭了992的这种大底的设计。那它除了这底部的这个 Endurance 它还是有保留之外，那993其实做了比较多的这种凹凸的设计，所以说想仔细看的话，你会发现说它其实这个沟痕是比较深的，然后相对是比较能够防滑。那鞋垫部分呢，就是993这边就直接有印了 New Balance 993的这种字，然后992的话，相对它就是用了一个比较最近 New Balance 常用的这种鞋垫在里面。那以上是这个大概外观的比较。那重量的话，其实两者还是会有一些差别。其实如果你是自己用转运回来的话，就会发现说，其实就算是同样尺寸的鞋子，它们其实在重量上面还是有一些差别。那我这边刚好有一个秤，我想说就来称称看。这是992，然后单脚的重量，我这双是10号半，然后它重量大概是会到450克左右。那993的话呢，大概只有430克。那其实它就是大概光一脚就差了20克左右。以重量来说，其实20克的差异并不大，但是其实在穿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感觉。那脚感的部分呢，其实会觉得说，因为993它是 Absorb DTS 是 Absorb SBS 更新版，所以说刚穿的感觉你会觉得说，好像992相对比较软一点点，但是走久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两者好像差不多的。那会有这些差别，我想主要是因为 DTS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，然后它的缓震的效果也比较好，所以说你会觉得说走起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软的那种感觉。那其实在其他的鞋款，包含998甚至于1700，你会觉得说它其实都没有那么软的原因，其实就是因为在它这个底呢，就是把整个地面的那种反射都吸收掉，所以说你会觉得说比较没有那么弹的状况产生。好，那以上是关于992跟993的一些比较。那993刚好漏了说，它其实是在2009年推出的一个改款。那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又再出了
990 V3 的部分。其实那时候就大家觉得说它可能下一个切换就会变成994，但是其实它就直接跳成990 V3。那其实以外形来看，可以看到后面这4双，其实 V3 的外形跟整个从911、922、993的外形是整个都承袭过来的。会直接改名叫990 V3 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个外形有做一些更大的设计改变之外，就包含它网部的区域更多，然后 N 的位置有做一些调整。那另外就是写舌的部分有做一些更新的部分。那底的话，其实也改成了 NCAP 的中底，然后这边有加一个碳纤维板。那另外就是它的重量，其实也是轻的更多。可以看到它其实只有300多克，388克，相对于上400多克的922跟993来说是有更轻了许多。因为990 V3 今年又开始要复刻的关系，所以说其实以这3双来比较的话，会是更推荐买990 V3 的部分。然后其实也可以看到说，它其实像这种内里的部分也是 V3 的部分是比较厚的一个状况，然后整体的设计上面，V3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好。虽然回到原本的主题，就是如果是922跟993来比较的话，其实会是比较推荐93的部分。那以上是今天这个影片上做一个比较，那觉得我这个分享还不错的话，请帮我个赞，然后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也请记得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开箱见，拜拜。